官，你叫我来是？关于橱窗杀人案，还有一些事想找你确认。好的。不过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。并没有吧？这是你的那把橱窗钥匙。啊？你之前说过，这把钥匙在案发前始终没有离开过你的身边，是吗？是啊。所以警官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你可以去厂家查查记录啊，说不定有其他人偷偷复制过钥匙。哎，别心急，听我慢慢说下去。仔细看，橱窗的锁孔周围有许多划痕。经过鉴定，钥匙前端沾有门锁外部的银漆，而划痕上也检测到钥匙上的铜微粒。这就证明门锁上的这些划痕正是这把钥匙刮的。店长，到这里为止，你都能听懂吗？能听懂，但你想说明什么呢？那我们继续。你刚才也承认，这把钥匙一直在你身上吧？那么，刮上这些划痕的，就是你本人了。奇怪的是，锁是案发2周前才装的，一把新锁为什么会在短短2周内出现这么多划痕？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下，你才会在锁孔周围刮上这些划痕呢？就是平时用钥匙打开橱窗的时候呀。平时？哼，恐怕不是吧。如果只是正常的开门锁门，只需将钥匙插入锁孔就能完成操作，钥匙的前端根本就不会刮到锁的外部，除非你无法看清锁孔的位置。我的眼睛不好，平时在黑暗的楼道中，我也有类似的经验。拿出钥匙却找不准锁孔的位置，只能捏着钥匙在门锁上胡乱摸索，这样往往会在锁孔周围留下刮蹭的痕迹。在白天，你不可能看不清锁孔，而即使在夜晚，服装店两旁也有明亮的路灯。但是，只有在那一天，案发前一晚的11点之后，路灯因为故障全部熄灭了，服装店周围变得漆黑一片。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你才会因为在黑暗中看不清锁孔的位置，而在锁孔周围留下钥匙的刮痕。所以，我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案发前一晚的11点之后，你去过服装店，并用钥匙打开过橱窗。当时服装店早就打烊了吧？那么店长先生，请你告诉我，那么晚了，你去自己的服装店干什么呢？还有，即使没有路灯的照明，你还是可以用手机来充当照明工具，但你当时并没有这么做，依然在黑暗中摸索着锁孔的位置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时正下着雨吧？一只手拿着钥匙，另一只手撑着雨伞，所以不方便再拿出手机照明，是不是？那天雷阵雨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到2点13分，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，你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到服装店去的。这就更可疑了，半夜3更，一个人冒着雨去服装店，还打开了橱窗，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密室杀人。橱窗杀人案的凶手，正是拥有橱窗钥匙的店长你。那天凌晨，你是去自己服装店布置尸体吗？不。那个偷偷向厂家定制复制钥匙的人，也是你吧？首先，你向我们承认，只有你有橱窗钥匙。这种看似把自己陷于不利之地的举动，背后却隐藏着你的高明之处。
如果他是凶手，怎么可能承认只有自己有钥匙？你正是希望警方抱着这样的惯性思维，把你从嫌疑人名单中去除。至少一开始，我也陷入了你的圈套，认为你并没有撒谎。当然，你不可能真的让自己成为唯一能犯案的人。事前，你偷偷从网上定制了另一把钥匙，留下记录，捏造出第二个拥有钥匙之人，试图把警方的视线引到这个不存在的嫌疑人身上。这就是你的诡计。但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锁上的划痕出卖了你，证明当晚你用本人的钥匙打开过橱窗。你误会了，警官先生，划痕其实是我看到尸体的时候手在发抖。哼，还想狡辩吗？我们已经向钥匙厂家确认过，那一批钥匙在出厂之后会在钥匙表面涂一层保养用的润滑油，也就是说，那把复制的钥匙上应该会有润滑油才对。我们已经拆了橱窗上的门锁，正在对锁孔进行检测。如果在锁孔里没有检测出润滑油的话，就表示那把复制钥匙根本没使用过，所以唯一能打开橱窗的只有你。你是想等检测结果出来再认罪，还是现在就自首呢？这样才能博得关注啊！这么一家不起眼的服装店，平时也没什么客人，橱窗里也只有那几个装模作样的假模特，哼，多无趣！如果把模特换成真人的尸体，穿上店里的衣服展示在橱窗里面，那多壮观！这样才能跟别的店不一样啊！壮观！很久以前我就想这么干一次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服装店的人气也意外的高起来了呢，这才是这家店该有的样子呀！你只干了一次，那么第二起橱窗杀人案，那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。真的吗？真的不是我，我又没有其他店的橱窗钥匙，要怎么把尸体放进去？尸体，杀人，江湖传乱步，杀人，踢酒。喂，你也服用了T酒吗？T酒，死亡，不死，我要杀人，我要杀人！陆队，没事吧？快去叫医生。是。情况怎么样？不容乐观，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。医生说看症状像药物中毒，但不知道具体是哪种药。木队，我们什么时候鉴定过锁孔了？钥匙上根本没润滑油啊！你不能瞎说呀！你也应该顺便去医院检查检查脑子。哈，我脑子没问题啊，虽然小时候头被门夹了一下，后来门坏了。嘿嘿。对了，刚才李佳略来电话，说是要验证雪地斩首杀人案的真相，想让我们下午去一趟思南学院的理科实验室。那走吧。这起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谜了。喂，第3起橱窗杀人案吗？
雾气里等候中，栀子花开了风，绚烂的意愿种种，黑白空洞，天地苍穹，为何的眼眸中，淋漓被谁感动？皎洁被言语温柔，一笑带过耀眼火种，阴暗的国度中，谁脚步在舞动？